大家好，先献上水中烟花哈，来迎接秋冬季多样性作物的种植啊。在现在这个时间呢，日照已经明显变短了哈。进入秋季后呢，这是最近的进度了。四季豆与大陆妹呢，已经开始种植哈，但这不是本部影片的重点哈。本片的内容呢，除了是种植环境调整呢，还增加了轻松快速育苗的方法了。然而，虽然晚上变凉哈，白天却依旧有很强的日照啦。目前这西瓜呢，一样可以感觉到生长的进度哈。关于天气日照长短，依旧延续着规律啦。但是呢，气温下降的速度哈，去年就明显的发现，延后1个月种植会更理想啦。而自行育苗这件事呢，如果您觉得比买种苗慢哈，或许本部影片呢可以让你重新思考一下哈，因为自行育苗的方式呢，才比较容易控制时间，进行分批种植啊。眼前这堆积成小山的是已经陆续堆放1年半的堆草槽哈，除了原本是很多的带土杂草外呢，土壤陆续也跟杂草烧成的草木灰融成一体了啦。这位置即将进行大改造为高效率自制草木灰场地啊，在此也先行预告哈。而一旁的这保利龙箱陆续清除后呢，之前一直搁置着啦。近日调整一旁的环绕水池时呢，有个感触哈，当初挖得这么辛苦哈，应该可以利用得更为极致一些啦。转个念呢，直接在一旁进行育苗哈，浇水马上就可以轻松许多啦，也顺道可以多少使用掉哈这些已经堆积肥沃的土壤了，还可以让闲置的保利龙箱再派上用场了。附带一提呢，这肥沃的土壤哈，让一些识货的人相中了，陆续移走了不少了。意外的呢，还获得了一大串蒜头当成种苗哈。将土移入保利龙箱时呢，因为只是要拿来育苗哈，土壤深度约10到15公分就很足够了。敲碎土壤时呢，跟种植时一样哈，不要敲得过于细碎啊，这样可以保持土壤的透气外呢，也比较容易保湿啊。接着进行撒种哈，现在先撒下的是包心白菜的种子啊，种子可以一次只取几颗进行分撒哈，会比较容易均匀啊。接着覆盖上薄土后呢，进行浇水哈。覆盖薄土浇水前呢，可以简单拍压一下土壤，再进行浇水啊。但是个人的场域中呢，一旁有一堆团粒结构的引粪土哈，采用先浇水之后呢，又再覆盖上一层引粪土啦，避免种子被冲刷上来哈，也可以帮忙保湿啊。这样土壤的表层团粒结构的引粪呢，一下就可以吸饱水了啦。由于种植过程呢，完全不使用药物哈，在还没有移植进去防虫网种植之前呢，盖上网子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了。除了可以避免鸟类啃食幼苗外呢，也可避免叶菜蛾的侵袭啦。今天剪辑影片的当下呢，已经发现不少叶菜蛾飞舞着啦。叶菜蛾对于十字花科的菜味极为灵敏啦，所以自行育苗能盖网就尽量盖网啦，事后可以省掉许多麻烦。接着这是因应气候急剧变化下缺水的准备啊。这环绕水池呢，不但略微加宽也进行了清淤的工作了。这挖起的土壤呢，因为有风跟强日照大概1-2天就可以晒到8分干了。目前已经掌握到诀窍这整理一条水道呢，大约半小时就可以了啦。这个工具呢，等芋头菜床的影片再进行呈现啦。
现在已经可以覆盖起来哈。覆盖前呢，有再薄铺一层湿的淤泥啊，来让杂草易窒息哈，更容易吸附啦，就是类似胶水的概念啦。至于这固定的器具呢，只需要剪裁粗铁丝哈，进行折弯，再敲进土里啊，就可以当个固定器了。而在靠近水池内壁面呢，只需要靠水的压力哈，就可以压住了。现在拍打的目的呢，就是让易窒息与壁面可以粘紧啊。而理想的土壤湿度呢，只要在上方可以顺利踩踏，或是可以使用锄头进行修平时呢，却不会黏腻哈。避免夜长梦多呢，突然下雨呢，就可以进行覆盖了。覆盖完之后呢，从上方踩踏呢，可以让杂草易窒息更为服帖啦。而要进行修整前呢，可以先不进水，让水位降低哈。近日有观众提问啊，这水源是否平时收集雨水来的哈？如果要靠收集雨水，也不是不可行啦。不过你要有一个非常大的容器哈。个人这是引用灌溉河道的水进来的，唯一的要求呢，就是要有河道经过，再将内部挖得比河道还低啦，这样才有办法不用电哈，直接靠虹吸现象进水啦。这条水管是直接拉到河道哈，利用集水器大概动手按个10几下哈，然后就会这样慢慢的自动进水了。水流目前虽然不快啦，水池的水位也不高哈，但是隔日来看呢，一样可以填到非常满啦。解决了水的问题哈，总是有人觉得可以在内部养个鱼啊。目前内部是有大肚鱼啊，但是要养生物呢，制造活水很重要哈。所以片头的这水中烟花呢，其实有制作活水的功用啊。这个小水池除了控制低水位漫淹及浇水使用外呢，还扮演了一个控制水位的功能啊。而制造活水的关键呢，就是环绕水池一边进水哈，这水槽却一边在排水啊，算是勉为其难的维持半活水的状态了。这条则是近日清淤时捞到的啦。内部目前已经发现野生的大肚鱼、鳝鱼、吐司跟消灭不完的福寿螺了。这样像不像另类的鱼菜共生池？谢谢收看。